If you could follow this story without breaking a sweat, your Chinese is officially good enough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China. Let's learn Chinese the natural way. Just like a native speaker, let's dive in. 一个男人坐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，这个椅子是木头做的，有点旧。他穿得很整齐，一件浅色的衬衫，一条深色的裤子，头上戴着一顶帽子。他旁边坐着一个陌生人，手里拿着一个箱子。这个男人看了看陌生人，很客气地说：“你好，我叫阿甘，你要不要吃一块巧克力？”他打开自己手里的盒子，里面真的有一盒巧克力。陌生人有点惊讶，但是还是拿了一块。阿甘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妈妈常说，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。”然后他就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阿甘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，那个镇叫绿荫镇。他的爸爸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他从小和妈妈两个人生活。妈妈在镇上开了一家旅馆，接待来来往往的客人。虽然他们不富裕，但是妈妈总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阿甘小的时候和别的孩子很不一样，一般人的智商是100左右，但是他的智商只有75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阿甘有点傻。他的腿也有问题，从小就要带着一种脚撑，那个脚撑是金属做的，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咯哒咯哒的声音。他走起路来很慢，样子也有点奇怪，所以别的孩子总是欺负他。他们会追他，拿小石头扔他，笑他走路像鸭子。阿甘很害怕，但是他跑不快，因为他带着脚撑。但是阿甘有一个非常好的妈妈，妈妈很坚强，很爱他。她总是抱着阿甘，看着他的眼睛说：“阿甘，你要记住，你和别的人没有什么不同，上帝造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。”妈妈不想让阿甘去特殊学校，她想让阿甘上正常的小学。学校的人说阿甘不行，因为他的智商不够。妈妈就去找校长谈了很多次，最后校长同意了。阿甘终于可以上正常的小学了。阿甘第一次坐校车去学校的那天，他非常紧张。黄色的校车停在他家门口，车门打开了，阿甘走上去，看到车上坐了很多小朋友，他找了一个空位想坐下，但是旁边的小男孩说这里有人了。他又走到后面，一个女孩说：“你不能坐这里，这是给好学生坐的。”阿甘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候他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说：“你可以坐这里。”说话的是一个头发长长的小女孩，她的眼睛很漂亮，笑起来很甜。这个女孩就是珍妮。阿甘走过去，坐在珍妮旁边。从那天起，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。珍妮的家不太好，她的妈妈很早就走了，她的爸爸一个人带她，但是爸爸经常喝酒，喝了酒就会打她，所以珍妮有时候不愿意回家。她常常和阿甘一起玩，他们一起爬门前的大树，一起在小河里抓鱼，一起坐在田边看云。阿甘很喜欢珍妮，他觉得自己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那天在校车上遇到了珍妮。有一天，几个坏孩子又追阿甘，他们骑着自行车，手里拿着棍子，想打他。珍妮就在旁边，她急得大喊：“跑，阿甘，快跑！”阿甘听到珍妮的声音，就用尽全身力气向前跑。他跑得非常快，快得像一阵风。他腿上的金属脚撑一根一根地掉下来，掉在路上。他从那些坏孩子身边跑过去，他们根本追不上他。从那天开始，阿甘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他跑得比所有的人都快。这个本事后来改变了他的一生。阿甘上了中学，他因为跑步快，被学校的橄榄球教练看中了。橄榄球是2个队的队员要抢一个球，然后跑到底线得分。阿甘不太懂规则，但是教练告诉他，你拿到球
你就拼命往前跑。阿甘就照做，每次他拿到球，他就飞快地跑，没有人能抓到他。他帮助学校赢了很多比赛，因为打橄榄球打得好，阿甘拿到了大学的奖学金。他上了阿拉巴马大学，在大学里，他继续打橄榄球。他的教练还是说，拿到球就跑。阿甘就跑，他跑得比所有人都快。有一次，他跑进了对方球队的底线，连裁判都没有看清楚。他成了大学里的橄榄球明星，很多记者来采访他，他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。后来，他还被选为全美最佳橄榄球运动员。因为这个荣誉，他和球队一起去白宫，见到了肯尼迪总统。在大学里，阿甘常常想起珍妮。珍妮也在上大学，但是她在另一所学校，是女子学院。有一次，阿甘特意坐了很久的车去看她。到了珍妮的学校，他看到珍妮站在宿舍楼下。珍妮穿着漂亮的裙子，看起来比小时候更好看了。但是珍妮的旁边站着一个男生，那个男生是她的男朋友。阿甘心里有点酸酸的，但他还是笑着走过去。珍妮看到他，有点意外，说：“阿甘，你怎么来了？”阿甘说：“我只是想见你。”珍妮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很好，你回去吧，你要好好打球。”阿甘点了点头就走了。他走出校门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珍妮已经和那个男生走远了。后来，阿甘大学毕业了，很多公司想请他去工作，给他很高的工资，但是阿甘没有去。他选择了参军，加入了美国陆军。他为什么要去当兵呢？他说不上来。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，也许是因为他听说珍妮也参了军。阿甘去部队报道，那里的生活很严格，每天要早起跑步训练。阿甘不怕跑步，他跑得比谁都好。他的长官很喜欢他，因为阿甘听话，不偷懒，做什么都很认真。在部队里，阿甘认识了一个黑人朋友，叫布巴。布巴个子很高，皮肤很黑，说话很慢，带着南方口音。布巴家里很穷，从小就在海边帮别人捕虾。他最喜欢说虾的事情。他告诉阿甘，虾有很多种做法，烤虾、煮虾、炸虾、做虾汤、虾沙拉。他说，等我们打完仗，我们一起买一条船去捕虾吧，我负责捕虾，你负责开船，我们一定会赚很多钱。阿甘听着点点头说，好的，我答应你。在部队里，他们还认识了丹中尉。丹中尉的家族很有名，他的爷爷、爸爸都是军人，都在战场上牺牲了，所以丹中尉觉得作为一个军人，死在战场上是光荣的事情。他告诉阿甘和布巴，你们跟着我，我会照顾好你们，我们要一起活着回去。丹中尉很严肃，但是他对士兵很好。他们3个人一起去了越南。越南在亚洲，离美国很远，那里的天气非常热，经常下雨，到处是绿色的森林和泥泞的小路。他们每天要背着很重的背包，里面有食物、水、子弹和药品。在森林里走路很累，有时候还会踩到蛇或者虫子。但最可怕的是，他们不知道敌人会在哪里出现。有一天，他们在丛林里行走，突然四周响起了枪声，子弹嗖嗖地飞过来，敌人从树后面，从山上向他们射击，很多战友倒下了。阿甘听到布巴喊他，阿甘快跑！但是阿甘没有跑，他看到布巴倒在地上，身上流了很多血。阿甘冲过去，把布巴背起来，拼命地往外跑。他把布巴放到安全的地方，又跑回去救其他人。他看到了丹中尉，丹中尉的腿受了很重的伤，不能走路。阿甘把丹中尉也背了出来，他跑进跑出好几次，救了好几个战友。但是当他最后一次跑回丛林的时候，他再也找不到布巴了。后来别人告诉他，布巴已经死了。阿甘蹲在地上，
很久没有说话。他最好的朋友死在了越南的战场上。丹中尉虽然活着，但是他的2条腿受伤太重，医生没有办法，只能把他的腿截掉。丹中尉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变成了没有腿的人，他非常愤怒，对着阿甘大喊：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宁愿死在战场上，我不想成为一个废人。阿甘被吓到了，他只是小声地说：对不起，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。阿甘因为在战场上救了很多人，他得到了1枚奖章，他还被送到了医院养伤。在医院里，他每天没事做就开始打乒乓球。阿甘打得特别好，他的眼睛很准，手很快，球到哪里他都能接住。他的教练说：阿甘，你只要一直盯着球，不要想别的事情。阿甘就照做，他盯着球，球来球去，他一次都不会打丢，别人都说他是天才。后来阿甘被选入了美国乒乓球队，他们要去中国参加比赛。那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太好，但是乒乓球比赛让2个国家的人有机会见面。阿甘去了中国，他看到了中国的长城，还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小朋友。他和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一起比赛，中国运动员打得很厉害，但是阿甘也不差。比赛结束后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。阿甘还学会了一句中文：你好，谢谢。他还学会了用筷子，他觉得中国很有趣。阿甘回到美国后，又见到了约翰逊总统。总统问他中国怎么样，阿甘说：中国人很好，他们不睡觉，一直工作。其实他不太懂政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他看到的。他的照片又登上了报纸，他成了名人。很多电视台来采访他，有人请他拍广告，还有人请他演讲。但是阿甘并不开心，他还是常常想起布巴，也常常想起珍妮。他听说珍妮去了很多地方，唱歌跳舞，和一些不好的人在一起，他很担心，但是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阿甘在军队服役满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他没有忘记对布巴的承诺，他决定去买一条船，去捕虾。他用自己所有的钱买了一条旧船，那条船不大，有点破，但是阿甘觉得他可以。他把船刷成了白色，在船头写上了珍妮号3个字。他去找丹中尉，丹中尉坐在轮椅上，没有工作，整天喝酒，心情很糟糕。阿甘对他说：你来帮我开船吧，我需要一个船长。丹中尉笑了，笑得很苦。你傻吗？我没有腿了，怎么开船？阿甘说：你可以的，你以前是军人，你懂得指挥。丹中尉看着阿甘的眼睛，看了很久，最后说：好吧，我跟你去。他们一起去了海边，一个叫海湾的地方。刚开始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海，放下渔网，等很久再拉起来，但是网总是空空的，只有几条小鱼。他们每天都很失望，但是阿甘不放弃。他说：妈妈说过，做事要坚持。丹中尉也慢慢习惯了海上的生活。有一天，海上起了很大的风暴，风非常大，浪非常高，天空黑黑的像晚上，所有的船都回到了港口，只有阿甘的珍妮号还在海上。船摇来摇去，像一片树叶。丹中尉爬到桅杆上，对着天空大喊：来呀，我不怕你，风暴来吧。阿甘握着方向盘，眼睛盯着前方。那个夜晚很长，很可怕，但是第2天早上，太阳出来了，风暴过去了，海面上到处都是虾，因为风暴把海底的虾都卷上来了。他们捞啊捞，把船装得满满的。从那天起，他们每天都可以捕到很多虾，他们赚了很多钱。阿甘用这些钱买了更多的船，他开了一家公司，名字叫布巴干公司。他这样做是为了纪念他的好朋友布巴。他还把公司的1半钱送给了布巴的妈妈。
布巴的妈妈收到钱时，哭得说不出来话。阿甘对他说：“布巴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答应他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”丹中文也很开心，他不再喝酒，不再生气，他装了假腿，可以慢慢走路了。他还结了婚，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阿甘的妈妈一直住在老家，阿甘经常回去看她。每次回去，妈妈都会做他最爱吃的菜。但是有一次，阿甘回家的时候，发现妈妈瘦了很多，脸色也不太好。妈妈告诉他，她得了癌症，医生治不好了。阿甘很难过，他坐在妈妈旁边，妈妈摸着他的头说：“阿甘，不要害怕，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每个人都会死。我的时间到了，你要好好生活。”阿甘哭了。妈妈又说：“你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往前走。”那天晚上，妈妈安静地走了。阿甘把妈妈埋在镇上小教堂后面的墓地里，那里有花有树，很安静。阿甘一个人住在老家的大房子里，他每天打扫卫生，整理花园，但是心里空空的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一封信，是珍妮写来的。信上说：“阿甘，我回来了，我想见你。”阿甘高兴地跳起来，他赶紧打扫房子，买了鲜花，做了珍妮爱吃的菜。珍妮来了，她比以前瘦了，眼角的皱纹也多了，但还是那么美。她告诉阿甘，她去过很多地方，唱过歌，也在酒吧工作过，她交过几个男朋友，但都不好。她现在很累，想休息一下。阿甘说：“你就住在这里吧，住多久都可以。”珍妮点点头。那段日子是阿甘最快乐的时间，他们一起做饭，一起散步，一起坐在门前的大树底下看日落。阿甘还给珍妮讲他捕虾的故事，讲他在中国的见闻。珍妮听着，有时候笑，有时候叹气。有一天晚上，阿甘对珍妮说：“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珍妮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阿甘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但是我不配做你的妻子。我做过很多错事。”阿甘说：“我不在乎你做过什么，我爱你。”珍妮摇了摇头，没有答应。一天早上，阿甘醒来，发现珍妮已经走了，他只留下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阿甘，对不起，我要去别的地方了，你不要找我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”阿甘拿着纸条，坐在床上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他不明白为什么珍妮总是要离开。阿甘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一个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，看着那条长长的路。他突然站起来，穿上运动鞋，开始沿着路跑。他跑到小镇的尽头，心想，既然已经跑了这么远，不如继续跑。他就继续跑，跑过了田野，跑过了桥，跑过了高速公路。他一直往西跑，跑到了另一个州。他跑过了沙漠，跑过了高山，跑过了城市和乡村。他的头发长了，胡子也长了，他的衣服破了，但是他没有停下来。他的故事上了新闻，很多人从电视上看到他，有人开始跟着他跑。慢慢的，他身后跟了一大群人。记者采访他：“阿甘，你为什么跑步？是为了世界和平吗？是为了保护环境吗？”阿甘停下来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只是想跑。”记者又问：“那你为了什么而跑？”阿甘说：“为了开心吧。”他跑了3年2个月14天。他横穿了美国。有一次，他跑到了大海边，看到了一望无际蓝色的海水。他心想，既然到了海边，不如转头再跑回去。于是他又掉头往东跑。他跑过了很多地方，见到了很多人，有人跟他说谢谢，有人给他水喝。他每天都在跑，风雨无阻。有一天，他跑在一条很长的乡村公路上，他突然停下来，转过身，对身后跟着的大批人说：“我累了，我想回家。”然后他就转身走回去了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但是阿甘就是这样，他想跑就跑，想停就停。阿甘回到老家，
把胡子剃了，头发剪短了，他又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一封信，是珍妮写来的。信上说：“阿甘，我病了，病得很重，我想见你。”阿甘马上开车去找珍妮，他开了很远的路，来到了另一个城市，按照地址找到了珍妮的家。开门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珍妮，还看到了一个小男孩。那个小男孩大概5、6岁，长得很像阿甘。珍妮对阿甘说：“他叫小阿甘，他是你的儿子。”阿甘非常惊讶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巴都合不拢了。他蹲下来，看着小男孩，问：“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男孩说：“我叫小阿甘。我知道你，我妈妈经常提起你。”阿甘心里又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他有一个儿子，难过的是他错过了儿子这么多年的成长。珍妮的病很重，医生说治不好。阿甘决定留下来，好好照顾她，每天给珍妮做饭，陪她去医院，晚上给她读书。他还带着小阿甘去公园玩，教她钓鱼。有一天，阿甘对珍妮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珍妮看着阿甘的眼睛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好。”他们结婚了。虽然珍妮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但是那段时间她笑得很开心。阿甘每天都告诉她：“我爱你。”珍妮也说：“我也爱你。”他们一起看着小阿甘画画、唱歌。几个月后，安妮安静地走了。阿甘抱着她哭了很久，这是他第一次哭这么伤心。阿甘把珍妮埋在他们小时候一起玩的那棵大树下。那棵树很大，珍妮小时候最喜欢爬上去。阿甘在墓前放了一束花，说：“珍妮，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儿子，你放心吧。”阿甘带着小阿甘回到了绿荫镇的老家。小阿甘非常聪明，比阿甘小时候聪明多了。他读书很快，算术也很好。阿甘每天送他去学校，放学再接他回来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视，一起在花园里种菜。小阿甘6岁了，要上小学1年级。第一天上学，他穿着新衣服，背着新书包，很精神。阿甘送他到校车站，校车来了，小阿甘上了车，然后回头对阿甘挥了挥手。阿甘也挥手，笑着说：“好好上学，听老师的话。”校车开走了，阿甘站在路边，看着车越走越远，直到看不见。这时候，一片白色的羽毛从天上飘下来，它飘啊飘，飘过树梢，飘过屋顶，最后轻轻地落在阿甘的脚边。阿甘弯下腰，捡起那片羽毛，轻轻吹了一口气，羽毛又飞了起来，飞向天空。阿甘笑了笑，转身走回公共汽车站的长椅，他又坐下来，对旁边的人说：“你好，我叫阿甘。我妈妈常说，人生像一盒巧克力。” Awesome! You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story. You're one step closer to complete fluency. See you in the next one.